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来看世界的权力结构现在是不是进入到一个即将要调整的阶段？好，是不是被川普有可能改写呢？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最近有许多家美国媒体接连的爆料，说川普正在酝酿一个想法，他要颠覆战后秩序，有一个全新的核心五国C5的这个架构。那这个架构呢，这核心五国是哪五国呢？就是美国、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印度跟日本。这核心五国未来希望能够取代原本的 G7。可是你会看这个 C5它不是美国的盟友，不是传统的美国盟友那也不是什么价值同盟，而是全球现在最关键的5个国家，就是刚刚特别提到了中美俄印日。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5个国家全部都是硬实力的玩家。好，但是大家也就发现了，奇怪，怎么看了一下，没有英国，没有法国，没有德国，没有整个欧洲因为欧洲就是以英法德3个是最主要的这个强国，整个欧洲被直接踢出局。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呢，他说了一句话，就点破了这个 C5的本质他说这就是对欧洲的公然侮辱，也是在宣告欧洲已经不再是全球主导者之一。这句话如果听在欧洲的这些领导者耳中呢，真的可能不是滋味所以马老师，这个我们都知道，川普他一向是非常崇尚强者作风，而且你越强，他越尊重你。所以他说呢，普丁很强，我尊重他；习近平很强，我也尊重他，我跟他还是好朋友。可是当然，目前美方是说没有这个 C5的这种说法了可是这个难道是空穴来风吗？现在他的 C5，它背后的一个想法，它的逻辑是什么？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主要的理由是10月30号这个美中领导人在峰会的时候，大家记得的话，川普说 G2 在过去不太被提出来，但是被川普提出来，然后我还想说是不是他讲错，就没有在接下来1个月里面，川普讲了6次。那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川普眼中的中国，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这个对，就是等于说跟他有一点类似，平起平坐才会被称为 G2 嘛。那如果这个想法继续延伸的话，刚刚所提到的 C5，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按照他的这个思维模式来看，因为这5个国家 GDP 加起来占全球45%。人口占了42%然后军事实力的话，中美俄大概就分占前3名，日本排第8，印度排第4，所以基本上这个就相当于是过去联合国的5强。那过去联合国的5强是在2战体系之后划定，已经80年了。那这里面就这个英国跟法国就被拿掉在 C5 里面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的思维上面非常符合川普的这个思维形式，就是强者说话。而这些他挑出来的强者有一些特性，就是这些国家都跟太平洋有点关系其中4个国家是包含俄国，它有这个远东地区的这个军港，所以其实他们都可以伸手到太平洋这边来。那连着就是印度，像印度洋，所以你可以看出他思维里面未来的印太可能它的重要性远高于过去我们讲的心脏地带近东，或者是像过去我们认为欧洲是这个世界是国际舞台的主体看起来就整个往这个方向移。然后另外更重要是这里面它有共产主义国家，有威权国家，有民主国家。换句话说，对川普来讲，意识形态一点都不重要。他打破对过去有东西对立，所以俄罗斯跟美国不会在一起，也不会跟中国在一起。然后有南北对抗，有发展中国家跟工业国家对抗，但这些对川普来讲一点都不重要。这里面有发展中国家，它也有工业国家，然后它既有共产主义国家，也有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来看，这 C5被提出来，感觉上就是这一切意识形态都不再重要。但是 C5的组成会不会很困难你光是 C5里面光是讲说美国好了，美国川普就讲说美国优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其他 C4， 对，那另外4个不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个都要伟大复兴国家，我觉得要成型真的不太容易，这里面矛盾很多，客观上来讲。但是川普是一个特别的人，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在任的4年内，也许他有这种想法，说不定会往这些方向走，而这些方向好像透露出他内心世界的一些东西。但是长期来讲，要回到建制派或是传统的美国来讲，我觉得要达成这样的 C5的概念新组成，我觉得还是困难了。对，不过对这个 G7 里面的这些欧洲国家来说，情何以堪这个原来除了这个 Great 以外，还有 Core。
就是没想到还有更核心的，就是这个 C5啊，但是我们却不在其中。所以呢，最近大家也在看的一件事情，就是美欧之间的裂痕会不会越来越大哈？因为川普毫不讳言的公开批评啊、批判这个欧洲都是一群软弱的领导者，还点名了说欧洲从移民问题到俄乌战争，甚至呢还对美国企业开出了巨额罚款啊，当然都被川普认为是在扯美国的后腿。媒体更是指出，他们整理了一下，在川普眼中的欧洲问题，至少有包括国家安全和武装都在搭美国便车。经济上奉行保护主义，用巨额罚款惩罚美国的科技企业，还有政治正确绑架决策啊，移民跟意识形态呢拖垮了整个欧洲的实力。对于中俄呢，只会喊口号，却不愿意承担代价，独自留美国在前线苦撑。好，真的是毫不隐瞒的表达他的不满啊。那所以回到川普最想的是欧洲要怎么配合他。当然，他第一个考量还是贸易经济方面，所以其实今年跟欧盟达成的贸易协定，对川普来说是算是一个大的胜利啊，因为美国可以调高关税，欧盟没有调高对美国的产品的关税，然后另外欧盟同意答应川普大金额投资美国，所以第一个考量是经济，那另外第二个考量就是刚刚有讨论到北约国防这个议题，那北约成员国家大部分在最近几年也是开始提升他们的国防投资了，所以某个程度上可以说，川普在这方面也是达到目标了。所以现在在打什么？那就是一个文化战。美国国内会叫做 culture war， 所以美国跟西欧国家的确是进入一种 culture war。这个很难解决，因为对川普还有美国共和党、美国右派保守派来说，连欧盟的传统右派政党也是太左了，所以美国这些政治人物，比如说 J.D. Vance 副总统等等，都越来越愿意公开表态支持最近几年崛起的欧洲极右派的政党，因为这些政党都是有非常保守的概念，不管是因为你刚刚讲说，就算他们是极右派，但是在美国的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一群人眼中，还是属于偏左的。我说传统的欧洲右派是太左。所以这些美国右派政治人物才开始支持这些极右派的政党，比如说 Reform UK 或这个德国的 AFD 等等。美国这些保守派的共和党人士愿意公开支持这些极右派的欧洲政党，因为他们真的觉得欧洲在文化方面真的是实在太左了。所以那像美国不是管太多了吗？管到人家文化去了。他们愿意说什么，他们就可以说什么，对不对？欧洲国家也没办法禁止美国总统、副总统说什么，所以而且其实对美国右派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方便。我说你可以批评这些外国的政治人物，那你就可以在国内也可以打知名度。所以你看好未来美欧之间的关系吗？现在有说裂痕会越来越大。其实不管吵来吵去这些文化议题、移民等等，重点还是在贸易方面啊。川普真的希望可以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改善一些过去的贸易问题。OK， 好，所以这个刚刚提到说，川普的想法其实很多，又想把这个 G7 改成 C5 哈，用 C5 来取代这个 G7 哈，甚至之前本来说呢，希望考虑让俄罗斯重返 G7。然后呢，考虑让中国大陆加入，然后变成 G9 啊 G9， 但是都遭到欧洲强烈的反对。更关键的就是呢，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哈，在川普2025的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已经不再强调跟中俄之间的超级大国竞争，好，非但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更把美国描述跟莫斯科之间重建战略稳定的调停者，哈，说美国就是当居中的协调者。就连多年来的这个对中国大陆的核能力的扩张，在新的这个 NSS 报告当中呢，也被轻轻的一笔带过啊。所以刚刚讲了，不管是 G7， 然后邀请俄罗斯加回来，然后呢，或是再加一个中国大陆哈，美国似乎跟欧洲好像渐行渐远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刚才 Russ 您觉得
文化可能是一个最 critical， 而且是很困难的哈。除了这个贸易战啊，或是其他的一些部分。那在最新的美国国安战略当中，现在又看到对于中俄之间的这个还有美国之间的这种竞争轻轻一笔带过哈。所以未来这个整个世界的秩序会是如何？孝伟兄怎么看？今天欧洲在这个乌克兰冲突中让川普彻底看破了手脚，也就是他认为你欧洲人根本就只出一张嘴，钱也不愿意出然后这个那个武器装备出的少少的。那但是其实又要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就是说，其实在经过20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其实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可否认那20年前美国的军事力量全世界最强。其实说真的，即便到了今天，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也依然是最强。但是美国现在在那个全球军事力量最强的这个背景下，它其实已经面临到，特别像中国大陆，它强力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美军军力强，但是中国大陆上来的速度很快。以传统军力来说，中国大陆可能是全球第2。然后，也就是说，美国的全球兵力部署，当它的这个那个强大美军撒到全球以后，它可能在单独西太平洋这块，它是抵抗不了共军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我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获胜，或是第一时间就给你一个压倒性的这样一个压制的话，那这个时候，川普的角度来说，那我就要尽量避免与你正面冲突，然后如何能够跟你开创一个更好的关系，借由这个关系的方式来。